现在正是高压培育长根的时候。看看这个对接板啦，根已经长满了。这是去年秋季高压的，秋季晚冬进入休谧期，气温降低，生根是很慢的，但这个枝条生长很茂盛。把不要的枝条剪掉。1、2、3、4、5点高压。从这个地方把它截掉，正好有一个出枝点。干的粗度已经基本达到了，开始要对下面这个桩进行培育。这种高压培育的方式是挺划算的，一杆高压的5个，也不影响母桩的蓄养。现在正值树桩生长旺季，但随着气温升高，种树桩还是有一定的风险，有一些方法值得注意。幸亏只高压了5个，这还有点工作量。先把它裁下来，再去掉培养杯。哦，高压的位置太密了，怕伤树枝。这个根已经长满了。高压培育相对于扦插，可以在高压的同时对粗枝进行定位和蓄养，生根也比较快。像这个桩的干也基本形成，根也长好了。高压培育不是根长出来就可以把它截下来，要等根的颜色开始变深，也就是根开始变老的时候，才可以把它截下来再种。尤其是气温升高的时候，根太嫩会产生缩根。这个土有点湿，好在这是个杂木，要是松树就完蛋了。把土稍微捏紧，根都长在见光的地方，这就是透明杯的作用。用苇子栽种，气温升高最好是下地培育，也可以把它放在潮湿的沙中，让头层根长出来，这样就安全了。用沙质土加腐叶土种，像这样把土弄实，千万不能用棍把它捣实，那样里面的根就全断了。看看这个，这是最下端的一个，愈合组织连接起来了，水比较多，光照也比较弱，愈合性真快，开始长根了，但是生长很慢。看来最下端的防波口要适当的增长。高压培育的桩可以把接口一次性修好，贴上锡箔纸，加快它的愈合。把这些桩种好了，再进行裁剪。要把枝干裁剪到位，把叶全部剪掉。在根的吸收能力还没有恢复时，留叶不会产生光合作用，只会加大桩的消耗。尤其是气温升高的时候，如果是常绿树种，也要尽量的去掉一些。这个桩修剪好了，等根长好，就可以玩一盆淋水或者是悬压。对树桩粗枝取舍要按过渡进行。像这种干，不要认为粗就把它留长，干的形成要有过渡，这样才会自然。现在不剪，后悔会耽搁更多的时间。像这样，把干逐级延续下去。像这种枝干，留一堆芽点，
对树桩的培养，关键还是讲效率。留汪不留枝，同一节点只留一个枝，这样形成的过渡才流畅。裁剪好的桩都摆在台面上了，但这不是重点，气温升高，养活才是关键。怎么养？等一下，先把这几个修剪一下。裁下来的还是不要浪费，进行扦插。养树桩需要潮湿的空气，通风好、有散射阳光的环境。第一次浇入水，以后保持湿润就行。用尾子袋养，透气性好，也不会产生积水。我是山区农茶，下期见。